Hello，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卢锡安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还有他的双人路的一个兑现情况。卢锡安搭配米利欧或者那个娜美，确实是比较强势的组合。但有个点他搭配娜美是前期有回血能力，所以我回血回的多。所以感觉猛。你搭配米利欧的话，只是手长一些。那手长一些的情况下，他前期还是没有那么强。前期的话就怎么说呢？爆发能力差一些，但就手长嘛，抗压能力更强一些。卢锡安本来就是一个得靠第一件装备成型以后。他那个爆发输出，他 EA WA QA 的这个一个爆发输出去秒人的，所以娜美就刚刚好了，因为他的被动E 技能的那个增益 buff 就是娜美首先一个点，他的技能有移速加成。再加上他的这个 E 技能有那个平 A 增伤，在 W 的话可以利用卢锡安是吧，作为一个跳板 ，W 奶一口又能打个输出消耗，所以卢娜组合是下路是比较强势的一个组合搭配。这边伤害的话算了差一点，但一下平 A 还是收割掉了。很丝滑的一波塔下越塔，男刀直接过来了，但没有5级，所以没选择跑。辅助的话5级了，那应该没了。哈哈。这是太贪了，还是有点太贪了。这边的话，直接选择把第一件给掏出来。首先一个点，对面老鼠线上太弱了。如果老鼠，哎呦，这龙龟干嘛呢？这大招空的有点离谱，这样子强行追的话不是很理想。但大招先看看能不能把伤害补上，但没有机会了，还是太强行上了。这龙龟要没了，这样子的话，龙龟的节奏是非常差，男刀已经往下靠了，这个时候必须得往后退。辅助的话走太前，这边龙龟往回接一下人 ，A 一下，哎呦，最后是被米利欧的被动给烫死了，因为他的 W 给到那个攻击距离的话，还有一个效果就是有那个烫伤效果，有一种像红 buff 的那种烫伤效果，所以但是他那个烫伤效果如果是靠那个烫伤效果击杀的话，人头的话是会算到这个辅助身上的。不像露露和这个娜美，它的那个平 A 可以增加特效平 A 的那种效果的话它是直接就是射手的，但它这个烫伤就会判定在这个辅助英雄的伤害上。那老鼠的对线期其实是已经糟糕透了，这时候也是直接开始越塔，活都活不下来。卢锡安的被动的话，就是使用技能后
平 A 的话是2下平 A， 所以它是交技能的衔接过程是一定是要搭配衔接平 A 的，这样的话它的爆发输出将会高很多。如果你单纯的只是EQW 啊在平 A 的话，虽然说这个爆发输出是最快的，那伤害是很低很多的，没有搭配平 A 的效果。这局小法对线吸血鬼打成这样子，有点抽象的。对面吸血鬼一直有吃到这个塔皮，虽然说他只拿了1个人头，但他吃塔皮吃的话，你不要看这种英雄说只拿个1个人头什么的，那它作用是非常大的。只要他2件套成型以后，他就是什么就已经可以站起来给你扳手腕了。3件套4件套那就基本上很难处理。你总不能说等到非常难处理的时候才是最强是吧？不是这么说的。哇，吸血鬼这边先上来秒掉这个男刀，强行追这个吸血鬼，没有那个血池了的，追了就死。这边选择直接换掉了对面的老鼠，比较勉强。这个剑魔有大灭，第一时间他其实可以冲上去，但是感觉他有点怂啊。他是没E技能嘛，感觉很怂。还好这边龙龟过来救了一手。对面杰斯 Q 起手的时候，应该是想 Q 这个辅助的，然后 Q 到人那个什么龙龟身上去了。这边过来，先秒对面，先打对面的射手让对面的射手往后退，不要给他输出位置。那吸血鬼，我觉得玩得很好每次的切入点都很到位。这里有了火炮以后远程的一个 poke 能力就非常到位了。E 上去接平 A 的时候，那2下平 A 都会因为你那个火炮的那个手长让你的那个远程消耗能力变强。对射手来说其实攻速是第一，然后攻击距离。其实我觉得能排到第2位。首先一个，你攻击距离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加的，像致命节奏还有火炮，除非你专门选个米利欧。米利欧的话，我不太建议你们单排去选择玩这个英雄。这杰斯也是一个很难处理的点剑魔这边。这剑魔玩的不太行，就看得出来他该凶的时候不会凶，而且他的而且队友和他玩2个人就是两边就是跟这个射手他应该是打5排，然后带的4个水友吧，不对，应该是3个水友，辅助的话应该也是个绝活哥，就是专门打辅助的绝活哥。你可以看到这种才是就是怎么说呢，这才是正常的辅助就像你们平时在单排里面遇到那种傻逼逼的那种不会跟你的辅助那是不正常的。
像这种辅助才是很正常辅助，而且在辅助里面是很那个的。对面的回血能力还是太强了。像剑魔其实可以做一件那个重伤的，剑魔其实是可以做重伤的事，知道吧？或者说他第一件就直接做那个冰刀都可以。剑魔打杰斯，不过不做冰刀的话，杰斯的话拉扯能力就非常差了。其实可以这么玩，这波被对面蹲了，有点可惜。因为剑魔直接做冰刀的话，一有重伤，第二呢可以给到减速效果。大灭一开的话，特别是这版本剑魔本来就是个数值怪，他的大招的那个数值啊，他其他技能数值都可以理解，他开了大招以后，这整体的数值就很变态。他那一刀吸血一戳，哇，特别是搭配冰刀这种是吧？百分比穿甲以后打人又痛哦。你一个射手，你看人家3板斧，你一个射手包死啊！对面的话直接把龙给收下来了，但没关系，吸血鬼掉点了，能拖的，这里还能反推一下对面的中一塔，过来反蓝嘛，这种就是在夹缝中去发育，知道吧？对面拿完龙以后回城这个时间段，他要出来的话，他要有个时间的。这个情况下，你就可以说啊，利用去反野或者说吃兵线什么的，回家把大穿甲给做出来。做出来以后，其实输出能力就已经有，还多做了一个风暴大剑。这个时候打秒人的话就已经非常疼了，不会说像前面那种有点刮的那种感觉。而是杰斯发育的还不错，杰斯跟吸血鬼发育都很好位，所以你会发现他打他的时候啊，秒的话没那么容易秒，总是会被对面啊血量是吧？或者说被对面打完一套以后会被对面啊反交技能留下来。或者反蹲，上来平 A W， 有点凶啊，打的，感觉是这边拿了大龙，不是对面拿了大龙的那种感觉。优势在我，10万对70万。优势在我。这边对方有人在接应的，注意泰隆那个男刀的位置啊，不要去贴墙。有男刀的局，你尽量不要去贴墙，墙是没用的，墙是会给对面留来操作的啊，或者拉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形位置。这局等龙就好了，队友好像团战打的有点差。像之前你们看到他为射手绝活的话，有一个圣打野，对不对？但他估计应该会是被ban了吧，所以选择了这个龙龟。圣的话，如果你打5排有这么个射手高手的话，你直接无脑玩圣打野或者圣的上单都 OK 的。其实圣打野会更好，因为不会亏线。线上的话就选个大肉，能帮忙顶伤害就够了。找到一波机会，打波消耗，杰斯出来了，那就平 A 到死。
龙龟做了个进场，剑魔大灭一开的话，对面想要秒剑魔不太理智的。这吸血鬼自己走进圈里面去吃伤害，没被秒掉，有点可惜。剑魔应该是能杀的，难道吧？又给跑了。龙龟已经开龙了，这个线其实可以不用碰它都可以，因为稍微囤一囤线，你知道吧？太早把线推进去的话，他们没有大龙 buff 的兵线的时候，很快会被对面清掉，所以稍微囤一囤其实是好事情。这里的话，直接做一个复活甲，因为容错好低。对面男刀跟琴女都想把控制给到这个，就是把伤害和控制给到这个射手身上。不过吸血鬼就是有点切不进来的那种感觉，不知道是他玩的不行，还是找不到适合的切入点。对方直接开大，秒不掉。旁边有个米利欧的，他好像可以尝试一波了。你看没有？这就是卢锡安但卢锡安搭配这个娜美的话，那个爆发输出会更高。米利欧还好，米利欧的话优势是增加攻击距离，爆发的话没有体现的特别明显。那行，这一期的话就到这了，欢迎大家的收看，拜拜。